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收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我們先把場景拉到一座倫敦的足球場。想象一下，你周圍是成千上萬的球迷，氣氛非常熱烈，但他們口中卻喊着 Red Army, Red Army。Red 這個字，其實在歷史上是一個帶有強烈歧視意味，用來攻擊猶太人的貶義詞。但在這個球場裡，這個詞聽起來卻像是一種驕傲的自我宣告。這不是很奇怪嗎？一群絕大多數都不是猶太人的球迷，為什麼會主動擁抱一個他們根本不屬於的身份，甚至還用一個歷史上充滿敵意的詞彙來稱呼自己？這就是我們今天這次分析要一起解開的核心謎團。這個看似矛盾的行為背後，到底藏着什麼樣的歷史糾葛跟深層心理？好，要理解這個現象，我們得先搞清楚一個核心概念，那就是什麼是猶太俱樂部。不過要先提醒大家，這個詞本身就充滿了爭議。所謂的猶太俱樂部，它的重點從來就不是俱樂部裡實際上到底有多少猶太球員或球迷，不是的，它的身份更像是一種被建構出來的東西。它是由特定的歷史事件所塑造，在好幾代人的集體記憶中流傳下來，然後在今天被球迷們透過口號、歌曲這些行為表演出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談這個詞的時候，總是要加上引號，因為它不是一個客觀事實，而是一個社會概念。而且這不是單一俱樂部的特例，它在歐洲其實很普遍。比方說德國的拜仁慕尼黑，他們的猶太身份來自於對一位前主席的記憶。奧地利的維也納奧地利，則是跟現代國際化這些帶有猶太色彩的標籤連結在一起。荷蘭的阿賈克斯球迷更是直接稱自己是超級猶太人。還有我們一開始提到的英國的托特納姆熱刺，他們的 Red Army 身份是為了反擊敵對的辱罵而誕生的。每一個案例都反映了這個複雜現象的不同面向。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要解開這個謎團，第一個線索就藏在語言裡面。這種聽起來很有攻擊性的用法，它的起源其實是一種防禦。在學術上有個概念叫做語言收復，這指的是一個長期被打壓的群體，主動把別人用來羞辱他們的詞拿回來，賦予它新的正面的意義。比如說英文裡的 queer 這個詞，從歧視變成驕傲，就是一個經典例子。但是我們在球場上看到的顯然是另一回事，這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語言挪用。為什麼？因為使用這些詞的根本就不是被攻擊的猶太人，而是非猶太裔的球迷。這整個互動，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三角關係。首先有一個指導群體，也就是喊出歧視口號的敵對球迷；再來有一個接收群體，也就是熱刺或阿賈克斯的球迷，他們把這個侮辱性的詞彙挪用過來，變成自己的身份認同。但最弔詭的是第三個角色，也就是真正的目標群體——猶太社群。他們在這場爭鬥中，反而變成了旁觀者，只能眼睜睜看着自己的身份一下子被惡意攻擊，一下子又被善意的挪用。好，剛剛我們談的是語言層面的挪用，但這只是冰山一角，這背後其實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社會框架在運作，才讓這一切變得可能。這個框架，學者稱之為猶太想象。簡單來說，就是在整個社會的集體意識裡，人們是怎麼樣去想象猶太人這個群體的。在這個想象中，猶太人往往不是一個個獨立的活生生的個體，而是被當成一個抽象的符號化的集體代表。這個框架很微妙，它既是反猶主義的根源，同時也是所謂親猶主義，也就是一種正向刻板印象的溫床。我們用荷蘭阿賈克斯球迷的一首隊歌來實際感受一下這個猶太想象是怎麼運作的。歌詞第一句就唱：猶太人都從哪裡來？以色列，從遙遠的地方來。
你聽，這第一句就把猶太人這個群體放到一個很遙遠的歷史跟地理空間裡，好像他們是屬於異國的、屬於過去的一群人。接下來這句就更有意思了。哥斯問：猶太人喜歡足球嗎？只要他們支持阿賈克斯就行。這句話背後的潛台詞是什麼？一方面，球迷們在認同一個他們想象出來的抽象的猶太身份，但另外一方面，他們又把自己放在一個裁決者的位置，好像在說：你們這些猶太人能不能被我們接納？標準是由我們來定的。最後，歌詞用不斷重複的城市名字阿姆斯特丹來收尾。你看，這就把前面那個抽象的、遙遠的猶太人概念，瞬間拉回到他們所在的城市，拉回到當下的現實。這首歌可以說是完美地展示了猶太想象的運作邏輯，它既疏遠又親近，既是歷史又是現在。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我們換個角度來看看德國拜仁慕尼黑的案例。從這個案例裡，我們可以看到集體記憶是怎麼被主動建構的，而這種建構又常常伴隨着一種策略性的遺忘。拜仁的猶太俱樂部神粉核心是圍繞着一位叫做寇特·蘭道爾的前主席，他在納粹上台前帶領球隊拿到隊史第1座冠軍，後來因為猶太身份被迫流亡。戰後，他又毅然決然地回到慕尼黑重建俱樂部。但弔詭的是，他的故事被遺忘了整整幾十年，一直到最近才在一群球迷的努力下被重新挖掘出來，成為俱樂部用來對抗納粹歷史的象徵。但是，這段被重新拾回的記憶，其實是經過精心挑選的。長期以來，俱樂部和球迷塑造的官方說法是，拜仁是納粹的受害者，是反抗者。然而，後來的歷史研究揭露了一個非常尷尬的真相：當時的拜仁根本不是反抗者，而是一個德文所說的 Mitspieler， 意思就是一起玩的人，一個同路人。當年是俱樂部自己親手把所有的猶太成員都開除了。德國猶太裔的哲學家漢娜·鄂蘭曾經把納粹大屠殺形容為一個人類無法與之和解的深淵。這句話其實精準地描繪了德國戰後的記憶文化，那是一種試圖在一個永遠無法修復的歷史斷裂之上，強行建立一種新的和諧秩序的徒勞嘗試。這種心態在拜仁訓練場為蘭道爾樹立的雕像上體現得淋漓盡致。雕像的底座上刻意設計了一條細小的裂縫，它象徵着大屠殺造成的歷史斷裂。而雕像中蘭道爾的手卻非常平靜地、輕而易舉地跨越了這條裂縫。這個設計，它呈現出的是一種順暢的、看似已經和解的歷史連續性，但它同時也巧妙地掩蓋了那道深不見底、從來沒有真正癒合的創傷。好了，把所有線索串起來之後，我們現在總算可以回頭來回答一開始那個讓人摸不着頭緒的問題了。球場上那些令人費解的口號，其實根本不只是足球文化的一部分，它們更像是整個歐洲社會在面對大屠殺這段歷史時，那些還沒有被消化、沒有被真正正視的創傷跟矛盾所共同發出的巨大回聲。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像 Ye the Army 這樣一句簡單的口號，它的意義會如此分裂。對很多人，特別是猶太社群來說，這聽起來就是仇恨言論，毫無疑問。但是對於高喊他的球迷來說，這卻是團結跟驕傲的象徵。甚至可能還有第三群人，他們覺得這就只是一個綽號，沒什麼大不了的。它的意義完全取決於你站在哪個位置，用什麼樣的歷史感受去解讀它。這些現象給我們一個很核心的啟示：面對歷史創傷，其實有兩種態度，一種是試圖去了結它，英文叫 working it off， 意思就是趕快翻頁，假裝事情已經過去了，蓋一座紀念碑，然後試着遺忘。但另外一種態度是去處理它，英文叫 working through， 這代表我們必須持續的、誠實的去面對那些不舒服、不光彩的過去。我們的目標不該是用一座光鮮亮麗的紀念碑把傷口蓋起來就沒事了。
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歐洲足球場上的猶太俱樂部現象遠比表面上看起來的球迷文化要複雜得多。它其實是一面鏡子，從語言的挪用到記憶的選擇性建構，都反映出整個社會是如何跟巨大的歷史創傷進行一場艱難的搏鬥。它提醒我們，過去的幽靈從來就沒有真正離開，它只是用各種我們意想不到的形式，在我們的生活中不斷回盪。這也最終留下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那在我們自己的社會跟文化裡，是不是也有一些被精心包裝、反覆訴說的集體記憶？而在這些記憶底下，其實也埋藏着某些我們一直不願意，或者說不敢去真正面對的過去呢？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